什么错，我只是想要个完整的家。上辈子我被丈夫家暴，带着女儿偷偷搬出来，再三嘱咐女儿不要透露新家地址，女儿嘴上答应，转头就把地址告诉了丈夫。我被丈夫活活打死在出租屋。面对记者的采访，女儿委屈的哭唧唧：我有什么错？我只是想要个完整的家。要不是妈妈偷偷跑出来，爸爸也不会气急了打她那么狠。好啊，这辈子你就跟你的好爸爸所死吧。苍天有眼，我竟然奇迹般的重生了，重生到了离开这个地狱的那一天。老公张国涛是个阴狠歹毒的男人，平日里不仅对我非打即骂，还威胁我敢动离婚的念头，就把我和女儿都杀了。为了摆脱张国涛，我趁他跟狐朋狗友出去喝酒的功夫，带着女儿欣欣逃去了别的城市。担心被张国涛找到，我换了手机号码，跟之前的亲戚朋友全部断了联系，并再三嘱咐欣欣绝不能再跟张国涛有任何联系。欣欣乖巧的点头答应，就趁我不注意悄悄给张国涛打电话，说他想爸爸了。张国涛哄了欣欣几句，很轻松地问出了我们所住的地址，当夜就追了过来。他踹开出租房的门，对我一阵拳打脚踢，我反抗不及，被活活打死。此事在当地引起轩然大波。面对记者的采访，女儿欣欣委屈的垂泪不止。后来他在法庭上证明张国涛是失手打死我的，并没有故意杀人。最终张国涛以虐待罪判刑，只坐了5年牢就出来了。可怜我一生悲催，竟是从胯下生出了背刺自己的尖刀，心底的恨意如潮水般翻涌而来，把我气得瑟瑟发抖。就在这时，房门被人从外面推开，扎着马尾辫的女儿欣欣走了进来，看到地上收拾了一半的行李箱，她拧了拧小小的眉头，语气中带着几分不满：妈，你不会又要带着我离家出走吧？妈，你也太玻璃心了，我爸天天在外面赚钱多不容易，只是一时心情不好打了你2下而已，你就作天作地没完没了。离家出走又怎么样？被我爸找到了，还不是又要挨一顿？听着女儿跟上辈子一模一样的凉薄话语，我的心咯噔一声，难不成每次都是你告诉张国涛我们在哪里的，对不对？我不趁着我爸消气了赶紧说，你还想让我一辈子无家可归啊？原来如此。之前我每次被张国涛暴打，都会带着女儿躲回娘家。爸妈去世后，老房子很快被哥嫂卖掉，我没地方可去，就带着女儿躲去住酒店。可惜无论躲到多远多偏僻的酒店，都会很快被张国涛找到。之前我一直想不通，张国涛一个普通公交司机怎么会有如此手眼通天的本事？原来一切都是眼前这个小白眼狼在通风报信。新仇旧恨堆积在一起，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抬手一个巴掌狠狠扇到女儿脸上。这小白眼狼做梦都没想到我会打他，捂着脸满眼恨意地看着我。你敢打我？打的就是你，没有良心的白眼狼！滚！小白眼狼恶狠狠地盯着我，明明只有8岁，凶神恶煞的恶毒模样却跟张国涛那出省如出一辙。我一脚把他踹出门去，生怕再多看一眼，都会忍不住直接弄死这小白眼狼。门外，小白眼踢着门怒骂：你等着，我这就去叫我爸回来打死你！等着，我倒要等着看看没了我的保护，这小白眼狼要如何被重男轻女的张国涛折磨死。低头看了看行李箱，里面装着的大多都是这小白眼狼日常所需的衣服和生活用品。可怜我任劳任怨做了这么多年的老妈子，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现在这些都不需要了。想着过不了多久张国涛就会回来，我直接把箱子里的东西扔出去，只带了身份证手机就赶紧出了门。火车票是之前就买好的，但为了防止被张国涛找到，我还是重新买了飞往其他城市的机票。没了那个小白眼狼的拖累，办起任何手续都格外顺利。2个小时后，我登上飞机，彻底离开生活了30几年的城市。跟上辈子不同的是，这次我没有急着扔掉之前的电话号码，而是把它安在备用机上。那小白眼狼不是觉得张国涛千好万好吗？我倒想看看没了我辛苦操持这个家，他能在张国涛手里过什么神仙日子。原以为张国涛能看在小白眼狼多次主动告密的份上，怎么也能父子女孝个3、2天。事实证明我着实高估他了。才下飞机，手机里的消息就蜂拥而至。打开聊天软件，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小白眼狼被打得鼻青脸肿的脸，配上张国涛恶狠狠的语音：韩梅，10项的麻溜给我滚回来，否则看我不打死这赔钱货。张国涛家暴我，打起女儿那小白眼狼也从不手软，不过是我每次都拼死挡在小白眼狼前面，这才让他免遭毒手。原以为他能明白我的付出隐忍，不成想他不仅没有半分感激，反倒有了张国涛只打我不会打他的错觉。只是这报应来的着实快了些，如果是上辈子，我这会儿一定会心疼的喘不过气来，可现在却只觉得畅快，脸上的笑意都多了几分。我想了想，到底回复了一句：她是你女儿，我相信你能照顾好她，加油哦。消息发出，直接关机。打人有第一次就有无数次，这场父子女孝的大戏才开始，我可得养足了精神好好看呢。再次打开备用机，已经是1个星期之后了，消息不要命似的往外弹，竟有足足500多个未接电话。手指在屏幕上轻轻划了划，下一秒，眼神敏锐地捕捉到一个陌生又熟悉的电话号码：陈爽。陈爽是我的表嫂，跟我一样每天活在被丈夫打骂的家暴阴影中。最严重的一次，她直接被丈夫从2楼窗户扔了出去，当场摔断腿，腿上的石膏还没拆，就又被打伤了脏腑。因为有着相似的悲惨经历，我跟陈爽的关系格外好些。
平日里也算无话不谈。上辈子逃离时之前，我依依不舍地发消息跟陈爽告别，他再三表示要我跟他吃顿饭再走，因为急着赶火车，被我拒绝了。之后我才知道，陈爽收到我的消息后，立刻给张国涛打了电话，并在张国涛的指使下，想对我来个瓮中捉鳖。如果我去赴约，不用等小白眼狼告密，只怕当天就被打死了。当时我怎么都想不明白，明明都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他为什么要这么恶毒地置我于死地？现在却明白了，他在日复一日的毒打的心态早已扭曲变态，只有我跟他一样被老公打，且被打得更惨，他心里才能觉得畅快，绝不许我摆脱厄运。就像生鲜市场里的螃蟹，有一只想要逃跑，另一只立刻给他拽下去，总要一起成为砧板上的鱼肉才好。总之，陈爽跟我那小白眼狼女儿一样，都是助纣为虐的伥鬼。我的复仇计划里理应有他一份报应，似乎是有着某种心理感应。正愣神的功夫，陈爽的电话再次打了过来，我唇角微勾，轻轻按下接听键。陈爽似乎没想到能打通电话，微微愣了一下，责备道：韩梅，你跑哪里去了？连孩子也不管，你知不知道欣欣都快被张国涛打死了？还没打死吗？那可真是太可惜了。想着离开那天，小白眼狼不耐烦的恶毒嘴脸。欣欣说了，他爸平时在外面工作那么辛苦，偶尔打他几下算不得什么，忍忍就过去了。小白眼狼不是喜欢慷慨人之慨吗？我给他这个慷慨的机会，他应该很高兴吧？我知道你受了委屈，过日子哪有不磕磕碰碰的？你赶紧回来，否则万一张国开生了大气，可就晚了。我就不回去，他能把我怎么样？人哪有一辈子在外面飘着的？韩梅，你平时挺聪明一人，怎么这时候犯糊涂？男人年轻的时候难免气盛些，再过几年岁数上去了，也就打不动了。你这眼瞅着就要熬出头了，怎么这么想不开？我被陈爽的奇葩脑回路雷了个外焦里嫩，难怪他会被家暴到终身挂粪袋的地步，也没有想过逃离。只能说性格决定命运，有些人的言行觉悟着实配得上他们承受的苦难。见我沉默，陈爽还以为我被劝服了，越发来了精神。你赶紧回来，我会劝劝张国涛，让他大事化小，少揍你几把。你可别不知好歹。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挨别人的揍还要感恩戴德？我被陈爽的无耻言论气笑了。你愿意过这样的日子就好好过，我跟你不一样，我不犯贱。陈爽被我对的噎住了，瞬间气急败坏。张国涛已经在四处找你了，他扬言要把你爸妈的坟掘了，可别怪我没提醒你。这些话很熟悉，上辈子张国涛不止一次这样威胁过我，却什么也没做。他不敢，他有种就去掘，不去他就不算男人。我知道以陈爽的尿性，最后必定悄悄录了音，毫不掩饰的鄙夷道：这才哪儿到哪儿，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他最好去网上卖惨，控诉我抛夫弃女，没准还能混个网红当当，直播卖货，走上人生巅峰呢。说罢直接挂掉电话。没错，我之所以接陈爽的电话，就是为了让他把最后这句话转告给张国涛。上帝要让人灭亡，必须先让他疯狂。张国涛最是个喜欢卖惨的，之前每次打完我就会立刻跪下来扇自己耳光，痛哭流涕求原谅。这么好的演技，总要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才行。我要让他彻底身败名裂，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关掉备用机，我出门去最近的超市买了许多东西，把出租房的冰箱和柜子放了个满满当当。不出所料，很快我就要遭遇到人生第一次人肉搜索和网暴，走在路上随时都有暴露的可能，还是窝在家里看戏比较好。不知道是陈爽的传话速度太快，还是张国涛想当网红发大财的心思太迫切。原以为即便有了我的指点，事情也要过个2-3天才能发酵出来，不成想当天晚上就被炒上热搜。视频里张国涛抱着小白眼狼女儿开始了拙劣的表演，父子俩抱头痛哭，声泪俱下的控诉我酗酒成性，对他们动辄打骂，丝毫没有尽到做妻子和母亲的义务。他们只不过劝了我几句，我就离家出走不知所踪。为了博取同情，他们父女便到了尘埃里。只要你愿意回家，我们绝不会再拦着你酗酒。在视频最后，不忘贴上我的近照和身份证信息，生怕我遭到的网暴不够具体。也难为张国涛能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这样的瞎话。可惜网络世界上的人脑子参差不齐，无论什么荒谬的言论，只要表演到位，都会有人相信。张国涛这番声泪俱下的控诉，很快引起了许多人的同情。当然，这些同情绝大部分都转移成了对我的指责谩骂。不少人直接建议张国涛带着女儿离婚，彻底远离我这种人渣。张国涛则再次展示出他好男人的本色，声泪俱下的表示他深爱我。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对着镜头哭得泣不成声。都嫌弃我没出息，只要你肯回来，我以后每天打2份工，赚的钱都交给你。老婆，你不愿意洗衣做饭没关系，这些我都能做。妈妈，我以后再也不吃零食了，我一定好好学习，平时帮你做家务。开玩笑，结婚近10年，家务活张国涛何曾做过一次？每个月2000块钱的家用，还得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向他开口讨要，再挨上一顿打才能拿到。至于那小白眼狼女儿，从她出生起我就对她疼爱有加，说句含在嘴里怕化了也不为过。
就算他再顽劣过分，我也从来没有动过他一根手指头。可惜我上辈子太过愚蠢，总想带着他一起脱离苦海，却没看清楚他本质上也是个助纣为虐的伥鬼。我气得整个人瑟瑟发抖，恨不得把手伸进镜头里撕碎张国焘和小白眼狼的2张虚伪恶心的嘴脸。可惜如今还不是时候，我还要再忍耐几天才行。视频镜头里，这父女俩恶心的表演还在继续。张国焘哭诉痛快了，还没忘了拜托网友们帮他寻找我的下落，大方地声称只要能找到我的踪迹必有重谢。瞧瞧这爱妻人设立的多么牢固，简直闻着伤心，见着落泪呢。凄惨的男人总会很轻松地博得同情，痴情的凄惨男人更是如此。我眼瞧着张国焘新开的社交账号由几百个粉丝迅速涨到10几万，且还有继续飙升的趋势。再看评论区里，各地网友已经自动自发地开启了找人行动，每时每刻都有许多跟我身高相貌相似的女人照片被传到评论区，让张国焘辨认是否是自己的爱妻。可惜这些都不是我，结果当然不尽如人意。那边各地网友找我找得正起劲儿，这边随着张国焘个人账号粉丝数量飞涨，已经有品牌商找到他，想趁着这波热度让他直播带货。这个人都知道，网上直播带货是个能一夜暴富的肥差，但总要多些时日，把人设立稳固些，再循序渐进。张国焘可没有那个长远目光，很快就开始了卖惨加卖货模式。这招虽然引得一部分人的反感，却也不乏有人捧场。一场直播下来，倒也热热闹闹，靠着卖惨一夜之间享受到了从素人到明星的飞升式待遇，张国焘怕是做梦都要笑醒了吧。好在我早有准备，已经是足不出户的蜗居状态，这会儿走在大街上，没准真有可能被自认为好心的网友拍下行踪发给张国焘。这种行为怎么形容呢？只能说生而为人，有时候不自以为是的多管闲事也是一种善良。我的网络账号是用新手机号开通的小号，谁也不知道，之前的手机一直处在关机状态，哪怕电话消息爆了也无妨，现在所住的地址更是无人知晓，只要我不出门，这场网暴就侵蚀不了我半分，是时候主动展开出击了。这样想着，我打开许久未用的备用机，给张国焘发去一条消息：张国焘，你满口谎言蒙骗善良的网友，还发动不明真相的网友来网暴我，你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张国焘手机不离身，消息发出去没多久就回了过来。他倒也不是个傻子，知道这时候乱说话可能会被我留存证据，一本正经的开始了表演。老婆，你终于回我的消息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快些回家吧，只要你肯回来，让我做什么都行。说完电话就打了过来，虽然知道张国焘早有防备，估计还是故意卖惨那一套。我接起电话时，还是按下了录音键。电话里，张国焘哽咽的声音很快传来：“老婆，我知道你嫌弃我赚不到钱没出息，我现在是网红了，能养得起你了，你快回来吧。”瞧瞧，还真是人设不倒呢。原以为我在听到张国焘的声音会愤恨到浑身发抖，然而此时此刻，我更多的则是隐忍。我深深吸了口气，冷冷道：“张国焘，谎言终究是谎言，你这几年把我身上打得伤痕累累，那些伤疤是不会说谎的，只要我一出现，轻而易举就能揭破你的谎言。”老婆，你在胡说什么？我什么时候打过你？张国焘的语气明显有些心虚，却是强压了下来。老婆，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咱这个家好，你也不希望欣欣过得很惨吧？这话里话外又是用小白眼狼来威胁我了。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更没有爱过女儿，我们不过是你扭曲变态的发泄工具。趁着张国焘自鸣得意的时候，我冷冷威胁道：“我警告你马上停止拙劣的表演，否则别怪我戳穿你的丑恶嘴脸，让你万劫不复。”挂掉电话，我再次把备用机关掉。张国焘是个穷凶极恶、一事无成的怂货，偏偏普信爆表，对于这波从天而降的泼天富贵，他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抓住。任何对他造成威胁的人，他都会不顾一切的除掉。如今随时能戳破他真面目的我，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他必想着不顾一切把我除掉。可惜我藏得太严实，他根本找不到我的任何踪迹，徒劳奈何。如今摆在他面前的路有2条，第一条就是把小白眼狼虐待得更狠些，让我这个当妈的不忍心而妥协。第二点就是找非法的网络黑客，通过定位我手机的位置来找我，奈何手机已经关了，他就算找了黑客也未必有用。小白眼狼如此依赖信任他的好爸爸，为了他好爸爸的荣华富贵，多挨几下打想必也是甘之如饴吧。我勾了勾唇，露出一抹畅快的笑意。局已经不好，接下来也没有我什么事了。我每天只在出租屋里悠哉悠哉的吃吃喝喝，时不时关注一下热搜的发酵程度以及家里的监控。是的，上辈子我一直没有放弃跟张国焘离婚的念头，为了搜集到张国焘家暴的证据，在离婚官司上占有足够的优势，早已悄悄在家里安装了微型摄像头。后来事情的发展越来越不可控，我几乎是带着小白眼狼落荒而逃，也没来得及把摄像头拆卸掉。纵火一事也是上了飞机之后才突然想起来，如此才会将计就计，借着陈爽的嘴提点张国焘去网上卖惨。这年头消息传播得很快，张国焘尝到成为网络红人的甜头，必定会越发肆无忌惮。我等的就是这个肆无忌惮。人的劣根性，得意难免忘形，张国焘更是其中之最。在他最得意的时候，人设彻底崩塌，刚刚所得到的一切瞬间成为泡影，甚至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才是最痛彻心扉的。我要的就是一棍子彻底把张国焘打死，让他这辈子再也不能翻身。许是上辈子过得太苦，冥冥之中老天爷也站到了我这边。我原本只是想截取些张国焘进来打我和小白眼狼的视频，
万万没想到，他们网上发布的卖惨视频都是在客厅拍摄的，被高清摄像头拍了个正着。只见张国涛前一秒还抱着小白眼狼女儿在镜头前痛哭流涕，关掉视频后立刻把人扔到一边，没好气的又打又骂。张国涛打我打了这么多年，揍人早已成了习惯。小白眼狼被他扔到地上，还没等爬起来，对方又是一脚狠狠踢了过去，嘴里骂骂咧咧，没用的赔钱货，赶紧去给老子做几个好菜来，耽误了老子喝酒，看老子不打死你！爸爸你别生气，我知道了。小白眼狼这几天没少挨张国涛的揍，身子青青紫紫，整个人也变得畏畏缩缩，半句也不敢反驳，赶紧从地上爬起来要往厨房去。还没等他走到厨房，张国涛再次没好气道：做完饭继续去给你妈打电话，无论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把他揪出来。要是他再不出现，老子把你从窗户扔下去。说这话时，张国涛那张凶狠的脸狰狞如魔鬼，若不是留着小白眼狼还有用，只怕现在就要把他给扔下去。小白眼狼颤抖了一下，脸上浮现出几分谄媚的笑容，极尽讨好道：爸爸你放心，妈妈既然能接你的电话，就说明她会看那个手机的消息，她那么心疼我，一定会很快回来的。张国涛很清楚我有多疼爱小白眼狼，听到这话后脸色稍微好了些，这还差不多。小白眼狼眼睛里满是恨意，咬牙切齿道：妈妈不管不顾地跑出去，还想毁了爸爸赚钱的门路，简直该死。这次他回来，爸爸一定要打死他。原本以为小白眼狼只是骄纵自私，没想到竟是如此恶毒，为了能不被张国涛揍，不惜用谎言把我骗回来，完全不考虑我的生死。也是上辈子他但凡早点出去喊人来救我，我也不至于被张国涛活活打死了。重活一世，还好我及时醒悟，果断放弃了他，否则必定会再被他害死一次。活该，好好跟你的好爸爸所死，以后好处多着呢。我畅快地冷笑一声，保留好证据后退出了监控。证据太多，我花了整整2天时间才全部整理完。这2天，张国涛继续给自己加戏，在网上加码卖惨，甚至发挥出了影帝级的演技。直言想我想的心脏病都发作了，在直播间里当众下跪，低声下气的求我回去。唉，想不到这年头还有这么情深意重的男人，易得无价宝，难得有情郎啊！就是夸赞张国涛的人越来越多，给他打赏买流量扩散热度的人也越来越多，偶尔也会有1-2句质疑声，动不动下跪痛哭求原谅，这不是家暴男的典型作风吗？这是或许不是他说的那样，这样理智的人到底还是少数。没过多久就淹没在众多力挺张国涛的声音中。张国涛越发得意，开始频繁地跟女同事陈晶晶暧昧不清，甚至以小白眼狼还小需要照顾的名义，明目张胆地把陈晶晶带回家里苟且。当着陈晶晶的面，张国涛表示他早就厌烦了我，待把所有脏水都泼到我身上，让我身败名裂后，就会提出离婚，利用受害者的身份做网红，赚钱风风光光地把陈晶晶娶进门。这一切都被我装在家里的摄像头拍了个正着，还真要谢谢这对狗男女如此经不得鸡，走出来的每一步都精确无误地落进了我的圈套里。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眼见时机成熟，我不再继续隐忍，一边登录我之前的社交账号，把所有的证据一一罗列出来，指证张国涛之前说的全是谎话，一边把这些整理好的证据交给公安机关，正式报案并起诉离婚。这几天我也摸透了网络上的套路，花钱投了不少流量，那篇回应帖很快被推上热搜，引起轩然大波。广大网友爱凑热闹，却最憎恨被人利用。我这一手反击又快又狠，每一张照片，每一条视频都正中张国涛要害，证据确凿之下，他根本没有任何反驳的余地。很快有媒体记者找到我，我毫不畏惧地出现在镜头前，把张国涛这些年毫无人性的家暴行为仔仔细细讲了出来。人受到的伤害是无法抹平的，虽然过去了那么久，讲到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我依旧忍不住潸然泪下。我擦干眼泪，对着镜头一字一顿：家暴只有一次和无数次，希望镜头前所有正在经历家暴的姐妹们可以勇敢地站出来反抗，不要一味逆来顺受，生生毁了自己一辈子，更不要为了让孩子有个完整的家就百般忍耐。品性好的孩子自然明白你这么做是在带他逃离苦海，品行不好只会助纣为虐的孩子也不值得你有任何留恋。女人先是自己，之后才是孩子的母亲，我绝不允许自己胯下生出背刺自己的尖刀。无数女性都有着这样的经历，虽然有不少人已经渐渐活成陈爽那般麻木不仁、逆来顺受的模样，甚至做起了男人的帮凶，但我还是希望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让这些人觉醒，哪怕只能觉醒一个，也是功德无量的好事。与此同时，我给张国涛所在的公交公司打去电话，状告张国涛品行不端，有这样的员工是公司的耻辱。社死吗？当然要方方面面，最重要的就是熟人圈子。张国涛这种恶心的臭虫就应该被狠狠踩进臭水沟里，一辈子不得翻身。一时之间舆论哗然，张国涛走到哪里都被人指指点点，讽刺辱骂，他畏畏缩缩，一句都不敢反驳。其实这也不奇怪，凡是家暴男都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只会窝里发横，在外面怂的一批。谁也想不到，在外面连只蚂蚁都不舍得才死的老实人张国涛，关上家里那扇门就会变成一个打老婆成瘾的恶魔。上辈子我为了维护张国涛的体面，信了家丑不可外扬的鬼话，除了亲近的几个人，并未在外面提及过张国涛的家暴行为。反差感越是强烈，张国涛的恶劣行为被曝光出来后，人设崩塌的越彻底。他现在已经是人人喊打的家暴男代名词，出门时时刻刻都要被人指指点点。除了我这个受害者，更有许多饱受家暴之苦的人义愤填膺地向公交公司举报张国涛的恶劣行为，
让公司把这样的劣迹员工开除。公交公司的领导本就因为张国焘的事烦不胜烦，索性借着这个由头，以张国焘人品卑劣，给公司造成巨大恶劣影响为由，直接把人辞退。之前在网上给他打赏过的网友也纷纷留言让他退钱。张国焘承受不住这样巨大的心理落差，更不可能把已经到了口袋里的钱吐回去。关闭评论区，再次当起了缩头乌龟。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陈晶晶原本就是冲着张国焘的网红身份才跟他在一起的，如今偷鸡不成蚀把米，自然不会再有任何留恋，只说自己受了张国焘蒙骗，干净利索的跟他撇清关系。辞了职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趁着张国焘在外面东躲西藏、醉生梦死的机会，我赶紧回家取之前忘记带的毕业证。之前为了家庭耽误了那么多年青春，放弃了继续读研深造的机会，如今是时候弥补回来了。小白眼狼窝在沙发上哭，见我开门进来，立刻扑了过来。妈妈，你终于回来带我了，我知道你不会扔下我的。哈哈，这莫名其妙的自信，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批发来的。我冷冷一笑，直接打破他天真的幻想。你想多了，我是回来拿毕业证的。小白眼狼愣愣地盯着我，似是不敢置信。我也没有搭理他，迅速从主卧柜子里找到毕业证。妈妈，小白眼狼这些日子许是被张国焘打怕了，见我看都没看他一眼就要转身离开，惶恐地冲上来扯住我的衣服。妈妈，我错了，以前是我不知好歹，猪油蒙了心，你带我走吧，我真的知道错了。道歉有用，还要警察做什么？我微微蹙眉，毫不犹豫地甩开他的手。从小白眼狼被刺我的那一刻起，她就不再是我的女儿，而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更何况她被刺过我无数次，如果我就这么轻飘飘地原谅了她，之前我所遭受的一切非人折磨，真都是活该了。对于小白眼狼而言，我无疑是他的救命稻草。他很快又扑了上来，两只手死死拽着我的胳膊。妈妈，我真的不是故意把苏荷家园的地址告诉张国焘的，我受了他的蒙骗，之后又威胁我，似乎意识到什么不妥。小白眼狼骤然指了话头，没再继续往下说。我的心狠狠抽搐了一下。苏荷家园正是我上辈子被张国焘打死的地方，这辈子在我的运筹帷幄下，我根本没有去避世，也就没有租苏荷家园的房子。小白眼狼怎么会知道？难不成你重生了？我死死盯着小白眼狼，想要从他的神色中得到确切答案。小白眼狼被我盯得发毛，小小的身子忍不住颤抖起来。妈妈，你也是，我也重生了。在小白眼狼惊恐的眼神中，我很快给了他肯定答案，旋即甩了他一巴掌。原本我就没有理由原谅你，如今更没有理由。他对我的背刺不是从那一次开始的，罪孽自然也不是从那一刻开始的。如果他没有记起前世的事，我最多只是让他自生自灭罢了。现在他记起来了，那就别怪我加码报复了。冤有头债有主，这都是他应得的。出了门，我把张国焘的联系方式从黑名单里拉出来，直接将小白眼狼求着我带他走的录音发了过去。备注：管好你女儿，别来骚扰我。张国焘最是个心胸狭隘的，在他看来，无论老婆还是女儿都是自己的私人财产，只有任由他打骂的份儿，不能有任何反抗。如今他心里憋闷到了极点，正需要一个发泄口。小白眼狼在我面前这番卑躬屈膝的举止，势必会引起他的狂怒。刀子割在谁身上，谁才知道痛。小白眼狼之前不是一直说打是亲，骂是爱，张国焘只是打了我几下，不至于矫情吗？那就让他好好承受张国焘汹涌澎湃的爱，至于会不会被打死，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张国焘是个行动派，有仇立刻就报，绝不隔夜。当天晚上，小白眼狼就被打得鬼哭狼嚎，惨不忍睹。但他的运气比我上辈子好，不知道哪个邻居实在听不了这惨绝人寰的求救声，悄悄报了警。警察及时赶到，把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小白眼狼解救了出来。张国焘被拘留15天，然而这终究只是家庭纠纷。张国焘在拘留期间痛哭流涕的积极忏悔，表示自己已经知错了，绝不会再对孩子动手。在警方的监督下写下保证书，人也就被放了出来。小白眼狼身上多处是伤，在医院住了好几天。我这个遭受家暴网暴双重打击的受害者，如今自己还需要康复治疗，自然没有办法顾及他。警察只能把我那住在乡下的婆婆找了过来。婆婆最是个重男轻女的，自从小白眼狼生下来就没看他几眼，这会儿更是动辄怒骂，不就是打了你几下吗？竟敢报警抓你爸，我看你是想死了。这8年来，我对他掏心掏肺照顾的无微不至，没有换来他半分感激，还时不时对我讽刺不满，不断背刺。这会儿面对老泼妇一天几个小时的连续咒骂，愣是一句话不敢说，只能说恶人自有恶人磨。1个月的离婚冷静期转瞬即过，我在保镖和许多媒体记者的陪同下，去民政局跟张国焘离了婚。结婚那套房子我也是出了钱的，如今却什么都没要，全部折算成小白眼狼的抚养费，一次性给了张国焘。对此，律师有些愤愤不平道：韩姐，你也太好性子了，这房子里应有您一半，我能给您要来？不用了。我笑着摇摇头，赶狗入穷巷必遭反噬。如今张国焘没了工作，手里只剩下这套房子了，如果再被分走一半，必定会做出更加丧心病狂的事。虽然张国焘并不知道我现在的住址，但如今资讯发达，他如果一门心思要找到我，保不齐哪天就能找到。只有千日做贼的，
没有欠日防贼的，还是破财免灾，彻底了断的好。至于钱财，我如今彻底没了拖累，还怕赚不到吗？拿到离婚证那一刻，我缓缓吐出一口浊气，整个人如获新生。张国涛还想跟我说什么，我却不想再看他一眼，头也不回地走了。至于小白眼狼，也不知是上次被张国涛打怪叫了，还是知道我也是重生的之后彻底死了心，并没有出现在民政局。出了民政局大门，我在保镖的严密保护下上了车。到了车上，保镖有些遗憾地叹了口气：“韩姐。”我发现张国涛腰上别了一把斧子，原本想着等他掏出斧子就过去把人制服，大庭广众之下故意伤人，少不得要判几年。没成想那孙子是个怂货，看着人多愣是没敢拿出来。我笑笑道：“他就是个怂货，不止张国涛，所有的家暴男都是怂货，只敢欺凌比他们弱小的妻子孩子。”保镖深以为然地点点头，在开口时已是换了轻松的语气：“恭喜韩姐重获新生。”谢谢。我笑着点点头，下意识地把目光转向窗外，街角处一个小小的身影悄悄探出头来，神色复杂地目送我的车离开。小白眼狼终究还是来了，看着他瘦小单薄的模样，我的心下意识地抽搐了一下，但也仅仅只是一下，很快就恢复如常。我忘不了自己上辈子在张国涛的拳打脚踢下渐渐断气时的绝望，哪怕过了这么久，拳头落在身上的疼痛依旧那么清晰。原本我已经脱离了苦海，这一切都来源于小白眼狼的背刺，我永远都不能原谅他，否则就对不起曾经绝望惨死的自己。原以为事情到此就算彻底结束，可惜我低估了张国涛的狠毒，他不许小白眼狼去上学读书，把他关在家里买菜做饭收拾家务伺候自己，稍微做的不合心意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小白眼狼也不是个一味逆来顺受的，被打骂的实在受不了，偷偷在汤里下了头孢，趁着张国涛喝得烂醉如泥的时候灌了下去，可惜只毒成了半身不遂。张国涛一辈子只能躺在床上，等待他的只有日复一日的无尽折磨，这辈子他也算报了仇。不过这里的一切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我已经办理好了去德国留学的手续，等待我的将是崭新的人生。未来路在前方，路在脚下，落地柏林是深秋，冷雨敲在机场的玻璃上，晕开一片朦胧的水迹。没有提前联系接机，我拖着简单的行李箱走在街头，听着耳边陌生的语言，看着行色匆匆的路人。没有人认识韩梅，没有人知道那个被家暴被背叛的女人。这一刻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异乡人，干净的像一张白纸。租的房子在老城区3楼的小单间，只有一张床一张桌，窗外是一棵老梧桐，叶子正簌簌往下落。我走进大学的校门，成为教育学专业的一名研究生。教育学的硕士课程比想象中艰难，德语的壁垒，专业理论的晦涩，还有跨文化的认知差异，压得我喘不过气。没有眼泪，没有抱怨，只有一种实实在在的踏实。我终于在为自己而活，每一分努力都只为自己。课堂上我很少说话，只是埋头记笔记，听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探讨教育的本质，听教授讲人首先是独立的个体，再是各种社会身份，每一句话都像一道光，照进我从前晦暗的认知里。我泡在图书馆的时间越来越长，从教育学到心理学，从文学到艺术，像一块干涸的海绵，疯狂地吸收着养分。我开始学着和自己相处，学着接纳身上的伤疤，那些淡粉色的印记不再是屈辱的证明。我去健身房锻炼，从最初的气喘吁吁到后来能轻松跑完5公里，看着自己的身体越来越挺拔，眼神越来越坚定。我知道那个被打垮的韩梅真的死了，活下来的是全新的自己。日子一天天过，我渐渐适应了德国的生活，也慢慢打开了自己的心扉。我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有中国的留学生，也有当地的同学。我们一起去看画展，一起去郊外徒步，一起在节日里举办派对。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单亲妈妈，却从不多问我的过往，只是用最真诚的态度接纳我，让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在一次学校组织的公益活动中，我认识了林琛，他是一名在德国工作的华人医生，温文尔雅，待人谦和。活动中，我们一起去当地的华人社区做义工，帮助那些独居的老人，给他们检查身体，陪他们聊天。他话不多，却总是很细心，会注意到我拎着东西时的吃力，会在我口渴时递上一瓶水，会在我和老人交流时安静地站在一旁，不打扰，却也不远离。一来二去，我们渐渐熟悉起来。他知道我是来留学的，会主动帮我解答一些生活上的难题，告诉我哪里的超市东西便宜，哪里的医院看病方便。偶尔我们会一起去吃饭，聊聊各自的经历。他说他来德国已经8年了，一直从事医疗工作，闲暇时喜欢旅行和摄影。我很少提及自己的过去，他也从不多问，只是在我偶尔流露出低落情绪时，轻声安慰我，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眼前的日子才最重要。他会在周末约我去逛柏林的集市，帮我挑新鲜的果蔬，会在我生病时第一时间赶来照顾我。我不是木头，自然能感受到他的心意，他的眼神，他的举动都藏着小心翼翼的喜欢，怕惊扰了我，怕触碰了我心底的伤疤。有一次我们在莱茵河边散步，晚风拂过，带着河水的微凉，他忽然停下脚步，看着我认真地说，韩梅，我知道你心里藏着事，也知道你对人有防备，我不想逼你，只是想告诉你，我喜欢你，不是一时兴起，
是想和你一起走下去的那种喜欢。我低下头，避开他的目光，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林琛，谢谢你，谢谢你对我这么好。我现在的生活很平静，也很自由，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学习，一个人逛遍柏林的大街小巷，不用迁就任何人的喜好，不用害怕任何突如其来的伤害。这样的日子，我很满足。林琛看着我，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会生气，会失望，会转身离开。他却忽然笑了笑，伸手轻轻揉了揉我的头发，动作温柔，没有一丝勉强。我懂了，韩梅，我不会逼你，也不会打扰你，只是想告诉你，不管什么时候你想找人说话，想找人帮忙，我都在。你的选择我尊重。我点点头，说了声谢谢。晚风再次拂过，我们依旧并肩走着，却没有再提感情的事，只是聊着柏林的风景，聊着各自的专业，聊着未来的规划。从那以后，林琛依旧是那个温和的学长，像朋友一样陪在我身边。留学的第2年，我顺利通过了中期考核，也在一家华人儿童中心找了一份兼职，教孩子们学中文。有个叫朵朵的小姑娘，和欣欣当年一样大，总是怯生生的，不爱说话。我知道她是因为父母离异，跟着妈妈来德国，心里有隔阂。我便每天多陪她一会儿，教她写自己的名字，给她讲中国的童话故事。慢慢的，朵朵开始愿意和我说话，会把自己画的画送给我，画上是2个手拉手的小人，旁边歪歪扭扭的写着韩老师和朵朵。看着那幅画，我心里忽然软了一下。我从来都不讨厌孩子，我讨厌的是那个在明辨是非的年纪，却选择助纣为虐，背刺至亲的欣欣。讨厌的是那份被血缘捆绑，却从未被珍惜的亲情。兼职的日子让我的生活多了许多色彩。我会把孩子们的画作贴满公寓的墙壁，会把他们送的小糖果收在玻璃罐里，会在放学路上牵着他们的小手，听他们叽叽喳喳地讲学校的趣事。只是在某个深夜，我还是忍不住想起了上辈子的那个出租屋，想起了我被张国焘打死时，欣欣那句我只是想要个完整的家。或许他从来都不是坏，只是太幼稚，太自私，以为一个完整的外壳就能掩盖内里的千疮百孔。他不懂，真正的家不是有父亲有母亲，而是有温暖，有尊重，有爱。而这份爱被他自己一点点消耗殆尽了。我没有再关注国内的任何消息，也不知道张国焘和欣欣过得怎样，听说也好，没听说也罢，都与我无关。研究生毕业那年，我选择留在柏林，在一所私立学校做中文老师。我教他们人生而平等，教他们学会尊重，懂得拒绝，教他们先爱自己，再爱别人。闲暇时，我会去周边的小镇旅行，背着相机拍沿途的风景，拍街边的老人，拍奔跑的孩子。我也学会了做西餐，学会了弹吉他，学会了在周末的午后坐在阳台的藤椅上晒着太阳，弹一首简单的曲子，喝一杯自己酿的果酒。我的生活平淡，却满是烟火气。这种烟火气是属于我自己的，温暖且自由。来柏林的第5年，我搬到了一套离学校近一点的公寓，依旧是3楼，窗外依旧有一棵梧桐树。搬家那天，我一个人收拾行李，拆开纸箱时掉出一张旧照片，是上辈子我和欣欣的合照。那时她才3岁，扎着小辫子，窝在我怀里笑。我看着照片愣了几秒，然后轻轻捡起，放进了抽屉的最深处。不是怀念，只是承认那段时光确实存在过，只是那段时光里的韩梅已经不在了。傍晚，我站在阳台上，看着梧桐叶在晚风里轻轻摇晃，楼下的路灯亮了，暖黄的光洒在石板路上，温柔而安宁。我端着一杯温水抿了一口，心里平静得像一潭湖水。上辈子的我困在名为家庭的囚笼里，苦苦挣扎，最终被烂泥淹没。这辈子的我挣脱了枷锁，走到了阳光下，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我终于明白，所谓的重生从来都不是回到过去，而是放下过去，勇敢地往前走。